大家好，欢迎回到教育之人，从数据出发到实践中去，打造美股交易的利刃。欢迎大家在节前这个周末再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按照惯例当过节的时候，当有长周末的时候，往往给大家端上的是一大盘大菜那么这大菜也可能是个拼盘，或者说也可能是个比较复杂的菜。那么今天的题目看起来也比较大，就叫揭露美股真面目。那么主要是什么呢？通过现在我们对市场的观察数据和未来走势这么一分析，结合出对于市场当下我们怎么去判断，或者说当下市场是处于什么一个状态。很多朋友或者说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信息都是说9月是最差的一个月，那么整个9月呢都好不了大家都准备迎接大跌吧。那么我倒是持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么我为什么会持有一个类似不太一样的一个观点？而我在这之后我可能会看到市场中在后续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风险。那么我是如何去看呢？如何去想的？那么我们一步一步的来那么今天呢主要是几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我们说市场概览宏观的、微观的、技术的，那么全方面的做一个分析。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看到这些数据一些走势，做一个多维度的整合。那么这样合在一起之后，我们能把市场看得更加清楚一些。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观众们非常喜欢或者说特别要看的，叫哼哈而降后续走势。特斯拉、英伟达他们在上个礼拜呢是领涨市场中的这个龙头股或者说领涨股，那么这个礼拜的话他们的表现如何？那么后面的话有没有新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如何做这个操作的回顾和个股的展望。那么这个礼拜呢，由于是长周末，我呢作为我们教育界的坑王，我们已经留了很多的坑。我会在这个周末呢为大家再一次更新我们缠论学习的部分。我非常知道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我会继续更新。那么对于期权课程中，我们已经更新了 sell put 这个策略的第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希腊字母 Vega 作为公开课也更新了。那么在这个周末的话，我计划为大家更新我们 sell put 的第2和第3部分，同时呢找机会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开始更新铁鹰的部分。好，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老三样的话，就是这一周的一个热力图。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哼哈而降独领风骚，那么这一周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家看其实整个这个板块都偏绿的。那么苹果在这段时间它的走势是更加的强劲。那么我可以看到除此之外，大家看消费这一段也不差，然后呢就是工业工程工业板块也不差，能源板块也很强。那么就是我们整个这一周传统行业走的是不错的那么什么差呢？就 utility 和 healthcare。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图中可以看出，这礼拜的走势是一个偏进攻的，对不对？就是什么叫偏进攻呢？就是市场上它的防守型板块 XLP， 大家看可口可乐什么宝洁这些百事可乐utility 这一块他们是偏弱， healthcare 这些都偏弱。那么我们整个看到的是什么科技板块半导体这些是比较强的。而且我们在细节上不在这个热议图上的很多的一些什么云板块都非常强。那么中概这个地方我们后面可以跟大家再讲讲也是该如何去看待，有什么样的机会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中现在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行情，就是大盘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横盘，而我们出现了个股行情，板块轮动，个股精彩纷呈，大盘 hold 住那么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一个全职交易者或者说一个经常交易的或者主动型交易者中，这是我们市场中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大盘的波动性非常低，然后个股不断的轮动，老能出机会这一礼拜也是非常的繁忙，不断的在这个到处在不同的个股间游走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这礼拜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话，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欣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后面会成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几种不同的判断和走势。那么可以看另外2个数据，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 AI Sentiment Survey。 那么这个周三的8月30号的一个更新，它的牛只有 33%， 熊 34%， 也就是熊还是比牛多那么牛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比平均值要低一些的，而且还低不少的，平均大约在 37%， 那么现在 33%， 那么市场上其实是一个比较担心的这么一个状态。
并不是比较贪婪啊，而是市场上现在处于一个有点恐惧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再看的话，这 NAS number 啊，这个其实在上礼拜我们更新的时候，它是一个偏什么呢？偏多的。为什么？因为这一波的下跌主要是源于多头的卖出啊。那么就是尤其是我们上礼拜分享的一个数据，就是关于对冲基金和互惠基金的一个变化。对冲基金是什么钱？是傻钱，傻钱在里面买，而聪明钱在这个地方疯狂卖，所以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市场多头卖出对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又有新的资金进场买进，所以而且看到了它不是只买几只个股拉指数，而是出现了一个个股精彩纷呈的状态。所以我们综合下来说，从这礼拜的行情来判断，我们这礼拜的行情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是经常交易的朋友，你也能感受到就是很多个股行情，所以说距离我们市场走弱尚有比较长的距离啊。那么我们这个市场轮动它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但是现在至少没有看出来说这是个向下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除非出现一个让大家非常意外的这么一个消息，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概览的这么一个状态。好，那么我们所说的流动性是什么？就是暑期的交易量或交易的热情不足，尤其是市场中的大户在9月之后会回来，那么会对市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方向上的这么一个决定或者说影响。那么当下市场呢，主要是以小鱼小虾为主，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市场深度不足和市场走势不是那么清晰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说，当下市场我们看到的它的情绪在这里是偏空的，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市场情绪，还是说当下市场大家对它害值还是对市场的看法，我们其实是偏空的。然而市场上的走势在这个位置上市场走势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并不弱。我们在看30分钟图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关掉。我们看到30分钟图的时候，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类似于 W 底的一个反转突破。那么 W 底反转突破之后，你其实可以看这是一个下跌趋势，这是一个向上。如果比较厉害的话，我们就画成我真是这样。那么如果弱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盘整的最长，那就更好。那么不管是如何，我们其实很简单去守这个。放错了，这是 TQQ 的。我们到 QQ 来看，就是科技股我们就在这里守大约3000的这个位置。那只要这个位置它能守得住，那么这里这个形态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它在向上还是会慢慢向上的。我们希望的仍然是它一个缓慢的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后面的深度跟上来。那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期待。那么另外我们要说的一点是，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VIX 是一个强烈的连续向下坠那么看到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看空的信号。大家看这里是一个，我们回去看特别早之前2018年视频大家看这里是一个非常强烈看空的一个信号，对吧？这个 VIX 上来之后，还记得我们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值呢？18到19，这是17到18，对吧？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如果你要没有记住的话，那么再回我们 Discord 看然后这个位置上没想到就直接下了这么剧烈。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大家看往往它还没有形成所谓的顶部的一个样子。那么从 VIX 的角度来说，这个位置是来的特别低特别低。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VIX 刚来到特别低的时候，它是看多还是看空呢？这里明显是偏多的。为什么？因为 VIX 往往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才能进行一个什么，才能变成一个看空头的趋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到大家看这个零轴，就是因为它要慢慢的在横盘往上抬，那可能会冲。但你看这个地方没冲又下来了，那么这再往上抬，然后冲，它没有一个就是 VIX 我们说除非是大熊市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 VIX 它的特点是一般来说都会做出一个就是美股嘛尖底圆顶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会有一个向上做这个底的这么一个过程，都是这种圆，哪怕就是比较差的这个区域，也是它要形成一个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的话才向下，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市场上这个地方并不是特别空。那我们再加上市场的另外一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说我们看这个 put call ratio 在这个地方
仍然是维持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而且它还在高位上下不来，那么在高位上下不来，维持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也说明市场在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担心的啊，就是它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比较担心的啊，比较担心。那么这个位置上，当担心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个市场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不太容易大跌，对吧？好，那么在另外一点，我们这里强调非常多次，我们看到麦克米兰的这个 Accelerator， 大家看，这是每次的底部是不是都要形成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这次毫不例还是这样，而且还给你做出了一个 W 底。那么这样的一个底部，你如果还是没有抓住，或者说你还是没有就掰开了揉碎了这么讲，对吧？大家看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天天复盘掰开揉碎这么讲，那么仍然你在这里是一个看空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要稍微做自己的一些反思，因为你看这个位置上已经这个真的是讲了，每期每个视频都在讲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复盘回来对于大盘的一个看法。那么下面呢，我跟大家分享2个机会。好，看在劳动节给大家加班的份上，咱们老铁们也不用，您不用做别的，咱们竖起大拇哥，给我们大拇哥点一个，让我们就是说这个频道我也没做任何优化，我希望呢就是一个就口口相传，通过您的点赞，让更多的需要我们美股分析的朋友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如果他们喜欢，自然可以留下，可以筛选出需要这些就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那么这里我就先谢谢大家了。我们来对大盘做一个技术分析。上礼拜的视频长达50分钟，里面我不敢说字字珠玑或者句句值钱，但是大家没想到，其实我分析的非常全面。如果你都看完的话，其实里面信息量还是很大的。但是我看了后台数据啊，其实没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完，或者说就看了一小部分，那没有关系。那么这礼拜的话，我再把很多内容重复一遍。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市场这个走势，你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先从深度上来看。深度上，大家看啊，深度上的一个恢复，就 BP、SPX 这个地方，也就是呈现空头和多头的走势的个股，现在从 53% 恢复到 57.8%， 这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波弹的非常厉害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宽度没有快速的跟上，那么它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滞后。那么我们会有2种可能啊。那么在这个滞后的话，我跟大家讲说2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可能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话，这个地方做出一个震荡横盘，那么这个深度会上来。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做大盘横盘不动，个股精彩纷呈。那么这样的话，会把整个宽度这么拉起来。那么这一轮动一停，这个均线跟上了，你其实这个看多的这个股票不就多了吗？它其实就跟上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走势。那么哪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健康的走势呢？我给大家看一个不健康的走势，比如说我们看到20年的一个这个走势，大家看这里的一个快速反弹，是不是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小啊？大家来看，我们来看20年这个，这是非常典型的了，就是这样的一波，大家看这样一波回调之后，它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在这儿一个横盘之后，个股是不是深度跟它是一块上的，非常好。然后呢，它出现了一个下跌了以后，也是回到70%多，再往回拉的时候，大家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背离了。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波反弹太快，没有横盘消化市场的这些咱们说个股进场分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看，你看这个18年往回的时候，当然它这一波上涨的过程中也是横盘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地方在横盘的时候，这不是横盘吗？它的深度是在增加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个股进场分成。那么你这个地方呢，一个非常典型的像20年这种，就是当你如果弹得非常快，指数上得非常快的时候，那么深度没有跟上来之后，后面就会容易出现一个比较弱的走势啊，比较弱走势就会这样。那你看这个地方的回调其实也是有类似的，但是你看啊，不是所有的都会这样，因为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样的话，它是直接这就下去了，它没有给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类似于这样背离的这么一个机会。你看像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小的背离，因为这回调过了之后再向上，大家看这个地方稍微差了一点，那这是特别明显的，就20年的这是特别明显的。那我们再看像一个21年或22年的话，大家其实看其实都属于一个没有特别强势的区域。大家看这个反弹其实还挺强的，那么下来这几个反弹就一个一个比一个什么
弱了。那么后面的话，你就要等一个超卖，就是到10啊、11啊这个状态。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当下状态，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我们看看有没有我们所说的横盘啊，个股竞赛分成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深度角度来分析一下市场。好，我们再回到技术分析上来看这个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大家看这个位置上，我们爆发的是在紫色带爆发的一个发大财信号。那么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这个信号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在这个系统呢是商业化了，就是我们有很多用户，那么我会第一时间的提醒大家。但是呢，我们的视频里呢，其实我大概的录时候你也都能看得到，这就是兼顾的一个所谓的就是信息的分享和公平性吧。那么我在这里发了之后，大家看，其实这是一个左侧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有一小的底分型，加上左侧的一个发大财信号，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震荡，很难受了。那么紫色也没有跌破之后，那么这个位置上大家看，这里形成了什么支撑，然后呢就可以守这个360的位置，守住了以后呢，它会向上形成了一个什么均线的一个拐头。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买点。那么往常的话出现这样的买点的话，都会走至少一波至少一波这样至少一波。但你这波大还是小，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们会走一步看一步，但至少我们现在从最简单的技术分析上来说，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个深度，对吧？我们刚才分析了深度，那我们分析在当下的走势，我们当下的走势在这个位置上是看多做多的。那我们怎么能判断它是走弱的呢？那第一个我们判断走弱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股价没有能守住我们的50线，现在345，或者在后面的话它横盘时间太短，猛冲就要小心。如果我们下个礼拜是猛冲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一定要小心了。为什么会讲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是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当下市场中的流动性其实是非常差的，它的流动性呢只有我们之前的1/3。好，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说，贝塔这个地方先不着急做，就是我们指数方面。我们的系统在上一段时间出了信号之后呢，今年的表现确实是还可以今年的表现确实还可以。我们换成 TQQ 的这个 1.5% 的，那么有 99% 了。那么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那么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那么又FOMO 了，又着急了，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信号，着急又要做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下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它的成功率没有一年超过50%没有一年超过50%。那整体像今年的成功率只有37%。那我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什么心态？就是这是什么心态呢？就是如果你去操作一个股票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连续挨打的时候冷嘲热讽比较多。比如像我这个系统就是冷嘲热讽比较多是什么呢？今年策略有一个连续止损超过15，就是今年有一段时间的止损非常多，后面也有连续的止损。那么也到今年现在为止，它仍然没有超过40%的胜率，37%的胜率。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连续止损的时候，大家 FOMO 了，着急了，老想去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质疑了，慌张了。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就给你来一波大的。等到连续的有一些盈利，而且这连续6把都胜利得到盈利的时候，大家有纷纷的着急想进去。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讲，这跟我们交易系统跟我们交易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当市场涨起来的时候，你没上车，这波 FOMO 的特别厉害，老想进去，可你进去的时候往往可能是先挨打。真正一个交易要想做到持之以恒的操作，一定要有非常强的耐心，或者说有非常强的一个毅力。我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多次，就是这个位置上，我们最后结合刚才我想说的地方，如果市场在下个礼拜出现了一个横盘我们个股精彩分成，我们的所有的精力或者说我们的主要的盈利来自于选股，这个时候去看各个个股的机会。那我们在今天时间长了，我们再跟后面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主线，我们把个股再给大家一个一个布局出来。那么你这个时候反而不应该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什么呢？放在这个择时上
放在这个择时上。所以说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你想做到把赚钱还要特别高的胜率，还要老有的做，那么你只能在这个市场中被骗，因为你是不可做到就咱们所谓的叫做稳准狠，或者说你所做到的一个叫鱼和熊掌兼得，就是你弄一个70%-80%胜率，还得把做，同时还得挣大钱。这样的人如果存在，他早都已经是宇宙首富，就是因为没有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在心态上保持一个稳定和保持一个咱们说平静的这么一个心态和状态。好，那么再说到好多朋友问的 CCC 策略，我在这个位置上又做了一个压力测试，就是测试到了 A 股能不能用。那么在 A 股的同样我们用的是创业板的 ETF， 那么从2016年到现在的话，它的收益是117%，然后呢胜率跟美股既然一样都是37%，我做了稍微一点点优化。那么包括上证还有这个创业板其实都是收益差不多的，然后呢比这个 buy and hold 上证是0，然后这个创业板是负9%要多一些。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这个系统在一个弱势环境下尚可一战，或者说尚可生存。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我特别不希望大家是一种 FOMO 的情绪到时候你会非常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高收益在某种程度上你是要依赖于当下市场的。如果你的一个策略在某个这个市场是弱势市场的话，你再怎么做也很难取得超高的收益，那除非是骗你。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如果市场偏弱，像走的跟创业板，或者说这7-8年还跌了10%，那这样情况下你想在我这里得到高收益，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个清楚，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么实时更新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你不能指望它甭说一夜暴富了你不能就稳定盈利一夜暴富都没有。你需要的是一个非常耐心和客观认真的态度去对市场进行评估。好，那么下面有2个大的机会想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大机会就是国债的这个大机会，它一定是一个中长期的，它不是说我今天跟大家说大机会，下礼拜不涨马上骂死胖子，这个胡说八道，死胖子坑我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这么一个大机会。我们上次讲过中长期的机会我们说过其中之一是中国市场那么迎来的是非常多的反对的声音，或者说不喜欢听那我们就少说中国市场，我们说国债的这个大机会。国债的机会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首先说国债市场，首先坏消息满天飞。我在 Sentiment Trader 这个网站上，它的新的一个更新就讲的非常有意思，就是坏消息几乎来到了历史最大。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他们的服务，或者是跟踪他们的 Twitter。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国债的市场情绪来到几乎历史最低，情绪太低了，大家都非常看空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那么长期国债现在的利息太高，或者说偏高，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就是如果经济数据走软，那么市场上长期国债的利率会大幅降低。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上次的就业的 JOLTS 的这个数据降低了以后国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市场上如果你想做多国债，你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经济衰退的可能。那么这个经济衰退的可能存在不存在？我认为存在，而且我认为存在的概率非常大。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就业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一种饱和，且就业市场出现的这种饱和已经带到了我们很多的信用市场和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经济形势中。而美联储上次被骂得很惨以后，这次他们在做决策，我认为是非常滞后的。这个地方不仅不能再加息，你应该马上立刻开始进行降息，才能做到有可能软着陆。如果利息维持到这种高位，我们上次分享过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不是因为货币政策没有影响，货币政策影响非常大，而是因为货币政策在这段时间它有一个滞后。我们太多的房贷太多的公司，他们的低利息下锁了大量的债，公司债、房贷这种债都锁在一个非常低的利息的时候，你市场上没有很多对于新的金钱的需求，它得慢慢等这些债过期了之后，才能体现出市场银根收紧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市场上现在开始，你可以看到smooth downshift 的 labor market， 没有任何一次 labor market 会是 smooth downshift， 都是直接咵的一下给你来个断崖式的下降
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也看到的是当下市场的一个经济数据在各个方面其实都偏软的情况下，长期国债的一个收益率会受到一定影响。那当然还有中美关系如果有改善的话，那么多了一个买家，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另外一回事。那么我们还讲到一个，就是在上周和上周都分享到了，这个就不再赘述。股债相对的比例来的是历史最低，就是现在的债啊太便宜，现在股太贵啊，那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一个剪刀差。那么在这个剪刀差情况下，你要说国债啊这个地方再暴跌的可能性不是那么的大啊，因为国债显得非常值钱，钱就容易去从股换债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你还有很多是6:4比的这样一个养老金配置，它也会在股债之间做一个什么呢？平衡，做一个换仓。所以说呢，通过这3个机会，当然你可以说，如果美联储说了我们目标利率不是2%掉3%了，那这个好家伙，这个国债还得有的跌。那么在另外一个故事，那么如果它还继续支撑到2%，那即使是调这目标也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一旦经济不行，走向一种衰退，那么国债的这个位置上就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再来给大家一会儿看一下，我在 Collective 2上是有一个配置的仓位，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么这个配置的话，现在是这样，它有很多的规章制度，特别烦。我现在呢也没有掌握好，我先试验了一下，我现在进了是一部分的 ASHR， 然后呢还进了一小100股的 MRA， 它的整个模拟仓是5万的啊。然后呢，我在这里下了200股的这个 TLT 啊，那么现在是这样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作为我这个策略叫做 Investment for Value 了来制定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能拿几个月以上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有一个仓位啊，所以说就是我在这儿给大家就是演示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操作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看这些，就是我的一个观察，就是我们看到市场有一个极度恐慌的情绪，就跟去年我们看到半导体恐慌的时候，我进的位置也高，那确实也不是最低，没法做到最低，那个在下降的过程中压力非常之巨大，你应该很好的去做好一个仓位的控管啊，仓位的一个控管。我其实多次用特斯拉的那个案例跟大家讲，就是如果抄底抄到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但它再向下能有30%-40%的时候，你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国债这个大机会的话，你们要因人而定啊，大家看看你该去如何去做。那么第二个点呢，我们又讲到了中国市场。那么中国市场这个地方呢，就是 negative articles about China are overwhelming， 就是现在所有的看中国的所有的消息数据都是极度悲观和极度看空。那么你可以看到市场上已经给出了，是先说政府的政策是一个接一个。那有朋友说呢不涨，或者说一个是咱们说不涨，说刺激还不涨，说明什么？成为政策失效。我不认为是政策失效，因为尤其你要了解到两个国家不同的体制。那么中国主要是政策刺激是比较多，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些政策刺激，比如说一个刺激出来不涨，那你说他会怎么办？他会再出政策，它就是一个结果导向，就是不管你什么代价，你得给我不停的出这个政策，直到你涨为止啊！你就会看不停的政策左一个右一个来刺激这个经济。那么还有朋友说这是饮鸩止渴，我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种饮鸩止渴，它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没有关系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人已经快渴死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有饮鸩才能止渴的话，那你应该大胆的去饮鸩，因为没有水的情况下只能饮鸩啊，喝毒酒才能止渴。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不然马上渴死，要不然的话你就应该喝毒酒，因为喝毒酒有一个可能性，就比如说我平常吃好多地沟油，我现在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啊，那这个时候喝了毒酒没事儿，身体倍儿棒，能扛住，这第一没问题。第二就是喝完毒酒，这个毒酒是假冒的酒，假毒酒，那喝完之后喝的就糖水也没事，就躲过一劫。那第三点就是喝完毒酒之后，我确实毒性发作了，但我身体还不错，我还能扛到什么呢？扛到救护车来了，或者扛到我最后活过来了，我身体这个肝特别厉害，我这肝顶8个，我这特别能肝，我肝里面8个肝的解毒能力，我就是厉害，我一直把这个毒消化掉了。那么都有可能就是有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我们发现就很多问题在拖时间一长了以后啊，其实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就是能耗，最后能耗到比如说你可以搞人民币贬值啊，我耗着，比如说经济有一复苏啊，它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是现在能不能耗得住，
也行，对不对？所以说饮鸩止渴是一个短期内我认为是非常有效的，或者说非常好的一个策略。那比如说呢，但我们正常预期就是喝完饮鸩止渴，饮鸩不止渴了，但是马上毒死了。那再说毒死的事儿，现在不是还渴的事儿吗？现在主要解决着渴的事儿。所以说这是我们关于经国市场现在来说，以不断的刺激政策要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对这个中国市场一定还有一定的比例的配置啊，这是我的观点。但是我们说观众对朋友的，就是尤其我们在海外，我们得到消息其实是很极端，或者说你就好多人不好好说话，就是这个时候非要的下面骂人，或者说非得就是不爽，你可以不做。咱们前头说国债这个地方有机会，还有我们说个股精彩分成都是机会，你可以不做。好，到我们的一个操作仓位的更新，除了我们上周的说的买回EDU， 我们这里更新了，就是8月又做了亚马逊和 SPY， 然后呢有利部分盈利，然后我波段操作了 MA， 开仓了露露和 BA 啊，那这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更新。好，我们来更新一下大家最喜欢的哼哈二将哼哈二将的故事。在持续的更新中。那么哼哈二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我上礼拜的更新，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我就说哼哈二将是要做哼不做哈不做哼不做哈。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周中的时候看见特斯拉涨得比较多肯定又是说这个不爽，这死胖子干扰我，死胖子坑我，对吧？死胖子让我没有挣到钱。但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就说像我作为一个全职交易者吧，就是我平常最看重的其实不是什么看涨看跌，或者说我判断对不对，我更看重的是这个交易的机会好不好下这个嘴好不好下去，这个就是我好不好就能把它交易的难度大不大，其实非常看重这个。就是我对比了，比如说咱说英伟达和特斯拉的走势，同样都是我们都可以看多哼哈二将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的这个回调，第一它的回调比较短，就是这个回调比较短。那么这个上升的过程中，我知道很多人被这个阴线下了，我还特意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阳线。那我们只要守住13日线，大家看452这个位置上，我在每天几乎都有这个日线上做一个日内做英伟达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另外的话，我在这里有印象给大家更新了一个，就是我做的英伟达的这么一个单那么这个单的话，我也仓位也不大，我跟大家讲了，仓位也不是非常大，就是12月的613块8那么到它今天快到500的时候，这个仓位是50%多的盈利。我也提醒大家，就如果你想出的话就可以出。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呢仓位不大，就几张，所以说我就拿着它看看它后面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说惊涛骇浪或者说哼哈二将非常厉害的这么一行情。那么整体上看，大家首先看英伟达这个位置上走的其实不弱，是挺强的这个位置上是挺强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它在形成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位置上它要能走出加速向上冲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走出这样的行情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盈利。那么如果一旦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结构要形成的话，那么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上去之后，这里下来之后，这里涨不上去的时候，那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首先是看多，但是我会非常关注5日线和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471和我们480，就是你是简单的说就是470、480这两个位置的一个支撑，而且要看当时的情绪市场有没有走到这儿。那么特斯拉这个位置呢，我为什么就是不做多特斯拉呢？我上次大家看，咱们还记得我们上一季是双开是吧？下来之后在这一直做空，做到下面之后就变成什么？在这个251双开之后再往下又到了209左右，我们说这个位置上来到之前的低点，我们把 put 向外肉来大量的锁利，同时关掉一部分 put， call 留住之后，没想到涨这么多那个 call 就是从原来亏60-70%一下就拉回来了call 拉回来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理？我说的224到250之间，我在这里就处理掉了那么你这个地方怎么弄都可以，但是为什么说特斯拉在这个位置上就相对来说难做呢？因为大家第一，我们说特斯拉这个回调是比英伟达深的非常多的，因为什么？直接打到了之前的这个低点，你英伟达其实就是回测这面，相当于这样一个小回测，就大约在这个你要说按特斯拉看的话，就750多这么一个支撑。
直接灌到210之后，第一它下跌这个地方有点深，那上面这个地方的套牢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向上攻的还是那句话，你要让这些人把筹码换出来，它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些时间。那确实有很多筹码想换，没什么可说的。然后这一根大阳线出来之后，那肯定就是不爽了，死胖子又害我，对吧？死胖子害我害朕，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位置上它确实是我不妨，确实是特斯拉是比较强，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缩量横盘其实很好的一圈，那今天它又整155，它都下降。它就降价了，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什么比较大的一个阴线，就是说你这个操作难度不是说它不涨，或者说不能赚钱，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上，我这个阳线反打才出来了之后，底分型也出来了，我买，那你说你压在这个紫色带里面，我要不要出吧？你就非常难受，对不对？好，那我说我不出，我们平常都做日内，那我这里一个突破，我今天这一突破做，我可以做完之后呢，你看好，那我这踩住13日线，我再向阴阳线出。这两个又横缩量，你说我不出，那今天这大阴线又把我，你要真买的话，又把这大阳线快吞噬了，你这时候又着急，它不好做呀，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关键是不好做，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上面套牢的多，下面往上攻的过程中，你得特别坚定的有很多钱，就真的要给它买上去。就算真要买上去的话，也要不断的出这种吓唬人。你哪怕咱们说，假设我说特斯拉就是要向上攻，而且就是后面上升的主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向上走，那它叫什么呢？它也要出这样的一种 K 线，把你上面这些套牢盘你得往下换呀，你得让他们出去，就是让筹码换出去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方式是血筹码，就是你跌往下跌就是这种嘛，就血筹码嘛，就你不出嘛，就是问你卖不卖这一游戏，你不卖就接着跌，直到你爆仓或者说你实在忍不了了出。压力太大了，忍不了的出，那就开始变成买不买的游戏。你又忍不住了，这忍不住了，像这种一卖出都忍不住了，就再不买，哎，进去之后又给你套住。现在这样的话，你可以判断，就是对于特斯拉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选择就你买谁爱买谁买，我这个地方比较难判断，所以我还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很多的日内我们就哼哼二将啊，经常来回做，因为它流通性特别好，而且就是波动性特别强，比做这个期货还爽，它的确定性更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的话还是关注英伟达多那么一点。好，快速过一下我们几个案例啊。那么在这个案例其实给大家讲过，就是这礼拜的，包括我们说给大家看，就是这是英伟达。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后面的几个案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 BA 啊，技术分项的话，我们说 BA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case 了。那么这个位置上，你如果要是 BA 的话，你的操作其实并不是非常难啊，它在这个位置上呢，你就是守住220这个突破，就是你突破以后的再洗盘都有了。那么现在比如说它真的再走弱再跌破，那我们再出，就说你这个 setup 对于我们交易者来说已经是最好的 setup 了，没法比这再好了。但是它又受于就是 BA 是类似于有点像道琼里面的中概。它就是不是那么好做，它就是说这是股性决定了，它就是你拿着之后不会像特斯拉突给你上去了，它就是难做一点。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 setup， 我之前做的是 MA 啊 Mastercard 这是大的一个网口的一个突破啊，这个大网口的突破，我只是在这个地方突破之后买入啊，直接吃了的10来块钱。那么现在做了一个横盘之后，它再突破，我还会再次进入操作。那么今天的话，我看看操作的是这个 Lululemon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位置上一个突破，这个位置上突破。那么今天在这个位置上也在这儿做了 Lululemon， 而且就是这还是什么呢？就是这是 EDU 要突破。那么这是Lululemon 的话这个位置上还有假摔也都有了，就是说它的一个洗盘假摔和它的平台突破其实都有了，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基本面分析也都给大家了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好几个股票的一个铁鹰。那么铁鹰是什么呢？铁鹰比如说我们看就先是这个吧，我们 CRM 做了一个铁鹰。那么就是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做的是220、230、220 7.5和19 7.5的这么一个铁鹰。有很多朋友还底下留言什么是铁鹰，然后有人留言说什么看空就是铁鹰，我说你们稍微思考一下或者 Google 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就 Iron Condor 嘛。Iron Condor 这个地方我们在 ER 的时候是可以拿它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
一个策略。那么我们说这个位置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上次用英伟达做的一个铁鹰策略给大家分享过，那么这次我们又在其他方面找到了一个做铁鹰的机会。那么第一个是做 CRM， 但实质上 CRM 大家注意 CRM 的这个铁鹰其实我们高开的时候就开在了大约228、227左右开了这个左右。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把我们铁鹰打穿了，我们这里应该是赔钱的是赔钱的。但是呢，为什么说最后没有亏钱？就是因为大家注意这个期权的近期期权它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卖方优势。那么这个卖方优势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我的铁鹰在这个位置上被打穿了以后，我是5块1的这么买入的，是开了一个仓，它的最大损失是10减5块1，也就是最大损失4块9。那在被打穿了情况下，它仍然有4块9。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我在这个开的时候，我是希望它在220和207，就是向下在207以上，向上在220以内的情况下，我是快速收益，这个基本就是收最多的钱。但是它开到了228，那么相当于是我对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损失，但是开盘都没有，开盘只有4块9。那么这个时候，那你要说收盘的更低，它最后就跌到221、212的话，那你其实最后就剩1-2块了。那么我在开盘的时候，我的判断是，既然已经打穿了，我们现在吃的就是什么 IV 的这么一个下降。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去赌博铁鹰，就赌博一个财报，说我赌财报，我这看多，结果判断对了我大涨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期权怎么没挣钱，或者还亏了呀？那你觉得很不爽。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卖方优势。以前我看别人讲说有时候这个赌博期权、赌博ER的时候，我都会劝他别这么赌博亏。现在我不会，我都会恭喜，或者你猜对了，你真棒预测的太准了，你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过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衣食父母对不对？衣食父母，你看这个地方我被打穿了之后，打穿了以后，我们死胖子就能就是又倒置了，又跑了，就是相当于是走位非常风骚。我们就不仅没有吃亏，就打穿我都没吃亏，何况大多数情况下，你不像英伟达这种也打穿了，我也没吃亏，对吧？你在其他你要但凡没给我打穿，那就是直接捞兜里了。那么做这个 AVGO 这个 ER 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开的935、950这是靠，大家可以看这是靠测的，然后下面开的是895、880，结果昨天ER出来之后本来是停在一个890左右的位置，我看还不错，那就在这个895下面一点吧，或者说刚才是在900，对，900左右位置，哇，真不错。那这次我们就是直接是吃了，结果它就是一直走低，我一看它今天就是昨天的低点差不多880，赶上今天的这个飞龙数据非常好，结果它高开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大家看是15块钱的铁鹰，那么最大亏拿9块1，我最大亏损是5块9，就是15减9块1嘛，5块9。那么这个盈亏比是非常不错。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做了这个铁鹰，结果今天开盘的时候开在了一个高点其实它低点是4块多就可以出，但是我手没那么快，我在这是5块6毛5开的，那么剩下一组大约是6到7块出的。那么等于说我这个地方这一次大家看 AVGO 就是博通在这次又打穿了，结果又被死胖子这个逃走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铁鹰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利用的。说这短线不挣钱，是你猜短线，你去买期权的当然不挣钱了。那我们做这个卖方就是一个优势嘛，就是 income 的一个 strategy。那么当然我也理解，就是比如说你没兴趣，或者说你觉得没什么兴趣，或者说你对这不感冒，那也是再说。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想说的话，你比如说非要你跟着做，你又不懂跟着做，那我们只能 Discord 给你 update， 我没法就是说我收盘前我再给你录一视频，你看完之后你没法下单了，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是说，如果你是比如你说我就还要了解铁鹰策略是怎么做的话，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课程，我会再次更新。我现在还没写完这个 sell put 这个，我只写了一课但我们这个 open 的这个课程从日式期权要素我们已经做了大半年了。实在跟大家抱歉的是，我们这个死胖子这处处收费除了我们 Discord 要收费，然后我们这个课程还是收费的，这是太万恶的收费群主嘛，是万恶的收费群主，实在是没法全都给大家免费。除了我把价格定低一点，现在499之外，还有就是我知道好多朋友他们是
新手，你新手你花什么钱干嘛？你应该看书啊，对不对？你学习嘛。那为了让大家容易进，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轻松一点，别那么辛苦。像我们这10几年走了10几年弯路吧，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把大部分的课程都开成 public review 了。所以说，您呢，就是说，如果就是有点像卖艺的，如果您愿意捧个场，那么抖内或者说就当抖内了。我下面的这些更新都是非常多的跟实战相关的，但是我写的很慢。我刚把 SALPU 的第1课写完，后面还有 SALPU 的2课，就是仓位处理还有实战。那么铁鹰的这个策略的话，铁鹰又铁又慢啊，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铁鹰？到 ER 战法中，我是如何去把它最后变成一个步骤写下来？我还得花时间照着长中末会写，但是我们前面还在不断的更新。大家看 Theta、Delta 定价、隐含波动率、Gamma 和 Vega， 我觉得是我看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就是做教学这个视频中，我觉得我这个做的是精简的非常厉害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期权小白的话，我真觉得您不妨可以来试。当然我觉得你是小白的话，你也先不要花钱啊。实话实说，你应该先把基础概念弄清楚，然后呢，等到你弄清楚之后，你再配合实战，你有了很多经验以后再去。那么剩下有经验的朋友来说，那么下面每一个课程呢都是经验的一种分享，或者说我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我觉得随便一课拿出来之后，你自然就知道这值不值了，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想跟大家说，死胖子只能做这些，做到最细了，没法，实在没法，您不能实在要求更多，我对吧？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那第一就是我们对市场的判断，在短期内我没有看到走弱的迹象，而且我认为市场可能会走出一个轮动，会有个股竞赛分成。那么这个板块上现在看到的是云板块，还有一些就是疫情相关的板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疫情相关的板块。那么这个地方我还要再做功课，等时间再给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个股的一个选择和操作。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说的是市场现在 VIX 就是它的期权价格非常低，也预示着短期内也不能太看空。但是从市场深度和我们宏观的数据上来说，大空，这是没有改变的。尤其是如果我们看到市场快速来到新高之后，形成有深度大的背离，就要特别的小心。那后面可能是9月，可能大家都怕，觉得9月可能要跌，最后呢9月没跌，给你来个狠的，对吧？所以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反而是你可以看到，从我们现在的一个情绪面上来说，国债情绪面非常低，情绪面非常低不代表马上就要涨，但是它绝对在这个位置上不会是一个非常差的位置。那么中国市场的话，我还认为说，就是说操作难度极大，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不断的出政策，而且 A 股呢，我确实没时间给大家讲。那么 A 股的话，现在的话，它的一个走势是走到情绪的一个这个情绪开始要做一个下降期。那么后面如果能 hold 住这个说很多，其实 A 股最近个股的走势比指数强。那么慢慢这个赚钱效应一出来之后，会吸引很多的基金上这个盈利，或者说它盈利能力上来之后，那大量的散户又要进场。我说了，饮鸩止渴的这个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我给大家统计的咱们数据也是在近2个月内呢可能会比较强。那当然你不喜欢也可以不做。所以这个国庆节吧，给大家总结的这些内容，我还会继续的花时间。然后呢，就是关于我们缠论学习的部分，我将在周末给大家更新缠论学习，和还有就是我们的期权课程中，我会继续在大家写这个叫做什么 PPT， 然后再给大家把这些案例什么再做一些新更新。感谢大家对我们频道的一个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劳动节快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